大家好，我是阿潮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深圳水贝炸雷事件。深圳水贝是中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，本来应该是大家淘金、赚钱、做生意的好地方，结果却变成了跑路圣地。最近几年，尤其是2026年1月爆发的捷我瑞珠宝事件，简直把整个行业炸翻天了。有人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中国人好像特别容易被割韭菜？为什么老百姓总是会掉进骗子挖的陷阱呢？先简单说说捷我瑞是怎么回事。这家公司2014年起步，本来是做黄金原料生意的，后来搞了几个小程序，捷我瑞珠宝、龙冶金、金城基世界，表面上让你低价买金，免工费，高价回收，听着特别香。很多人就把钱转进去寄存黄金，或者玩预定价，其实就是低保证金高杠杆，赌金价涨跌。2025年底到2026年初，金银价格突然像疯了一样往上窜，尤其是白银，短短1个月就涨了差不多1倍，接近100%。捷我瑞这个平台本来是跟用户对赌的，大部分用户都赌白银会涨，行业术语叫看多，平台就反过来赌会跌，行业术语叫做空。结果白银价格暴涨，用户的单子全赚了，平台却亏得特别惨，亏到自己的钱根本不够赔。平台一看情况不对，如果正常赔付，钱包肯定会被打空，之前赚到的钱也会都赔光，资金链也一定会被熔断。于是从1月底开始，平台开始限制提现，规定每个人每天最多只能提500块钱的现金或是等值的黄金。可就算只提500块，也基本提不出来，系统显示前面排队的人超级多，有时候排到2万、3万甚至4万人，大家挤爆了线上和线下门店。最后平台彻底扛不住了，直接跑路，就是我们说的暴雷，把提现通道关了，钱答不出来，人也联系不上了。据受害者自己统计，注册用户有15万人左右，平台以前自己宣传过这个数，涉及至少11个省，受害人数已经登记的实名受害者超过1000人，实际可能更多。害者自己汇总的涉案金额至少2亿多，官方初步统计 2.46 亿左右。但很多人传闻总金额高达133亿，这个数字来自受害者群里自己统计的未结金余额，很多没报警或没有实名认证的账户都算进去了，所以与官方报道差距很大。更气人的是，平台在崩盘前夕还让内部员工私信受害者可以充值解冻，很多人又傻乎乎的转钱进去，结果2次被骗，损失从几十万直接飙升到上百万。这几年类似的是在水贝发生的太多了。2025年9月的月宝新直接卷走260公斤黄金原料，2亿货款，超百家商户受害。河南许昌一家胖东来金店一下子损失90万黄金。还有2024年的千百万珠宝被直卷走400公斤黄金货款，约2亿。据深圳市黄金珠宝行业协会统计，2025年水贝至少16家药商传出暴雷，虽然有些是谣言，但真实跑路的屡见不鲜，已经把整个行业声誉震碎。说白了，水贝发生的这些事，本质就是庞氏骗局的变种，打新投资者的钱去填旧窟窿，早期让你小赚一点，制造稳赚不赔的幻觉，等到后期金价一暴涨，平台就扛不住了，直接崩盘。他们披着投资、寄存黄金的外衣，实际就是让你跟平台对赌金价，规则全由他们定，没有第三方托管，典型的类期货撕盘。金价一涨，平台空单爆仓，挤兑就来了，跑路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最佳选择。更黑的是，他们特别会利用熟人推荐，80%的受害者都是被亲戚朋友拉进去的。很多人明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但看到别人赚钱就忍不住跟风，结果血本无归。而水贝事件其实只是中国庞氏骗局泛滥的冰山一角。看看过去这些年，2015到2016年的一珠宝涉案金额500亿，90万人受害。2018年的 P2P 大暴雷，上新家平台上万亿资金打水漂。善林基融吸了600亿，通过央视广告赞助女排，包装得像正规军，结果实际控制人周伯云控股的公司被列失信27次。唐小僧、钱宝网、联璧基融
年化收益率高达 40% 到 60%， 最后全部爆雷。2023年，江西太阳山养老院骗局，骗得数百老人倾家荡产。2025年，新康佳稳定币诈骗，用 USDT 加日息 2% 做诱饵，48小时卷走129亿，主犯直接外逃叫嚣。公安部统计，1元以上的金融诈骗案已经超过上百起，受害者遍布全国。那为什么这种骗局在中国这么容易滋生？为什么投资者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上当？第一，人性贪婪加认知偏差，大家都想一夜暴富，看到高收益就两眼放光，忽略了高收益必有高风险这个铁律。行为金融学讲过一个名词，叫做自证偏差，就是你只愿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信息，看到别人赚钱就觉得自己也能赚，再加上彩票心理，觉得万一中奖了呢？第二，信息不对称加平台包装，平台动不动就上央视广告，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，赞助体育赛事，看起来特别正规。互联网时代，宣传成本低到可怕，一个小程序就能骗全国人。很多老人和普通人根本分不清真假。第三，监管失灵加利益纠葛，地方政府为了税收、政绩，对很多灰色地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监管资源泛滥，同一个领域负责的部门多了，结果就是谁也不上心，反倒没人管。监管的专业性也不够，事前几乎没有预警，事后再维稳。各有甚者，平台背后可能有关系，利益链条交错纠结，规模做到几千亿、上万亿也没人敢管。说直白点，有些时候就是在养着泡沫，因为泡沫越大，既得利益集团赚得越多。一旦戳破，地方经济、就业、税收全受影响。分赃者做局，坐享其成。第四，经济失衡加社会压力。疫情后经济下行，中小企业受影响很大，有很多小企业想贷款翻身，可是正规渠道利息高，门槛高，融资难。底层老百姓挣钱不容易，养老压力和育儿压力大，生活成本一再提高，大部分人还背负房贷、车贷。大家都急需钱，又得不到正规渠道的帮助，就容易被高息诱惑。再加上各行各业生意都不好做，很多人梦想能挣快钱，这些以前所谓的中产一族，就成了被非法集资收割的温床。其实，庞氏骗局能够生长，最深层的土壤就是制度黑洞。市场化不彻底，法治不健全，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太多，管理层是政绩驱动，而不是风险驱动。非法集资的4个要件：无许可、公开宣传、承诺回报、不特定对象，早就写在法律里，但执行起来形同虚设。结果就是庞氏骗局成了系统性现象，普通人很难逃得掉。朋友们，水贝事件、易珠宝、P2P、新康佳这些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天下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，高收益背后往往是高风险，甚至是骗局。作为普通人，希望大家以后擦亮眼睛，远离保本高收益、日息 2%、零风险暴富这种鬼话，别把辛苦钱交给不靠谱的平台。作为决策一方，如果不改革、不规范监管、不增设有效监督系统、不提升全民金融素养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还会继续，受害者还会越来越多。切记，咱们普通人如果不能改变什么，那就先改变自己的观念，首先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。你看重的是收益，可骗子看重的是你的本金，大家该清醒了。今天就聊到这，如果你身边有亲戚朋友还在追高息、赌金价，记得提醒他们一句，别再给别人当韭菜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